没什么，干嘛生气啊？潘云龙，你到底背着我干了什么？你要是个男子汉的话，你就应该说出来。好，我承认，那天晚上我是跟阿鹏一起打了马老板，我并没想让他替我承担责任。你打了马老板？那天晚上你也打了马老板？对，我打了他。你跟阿鹏一起？对。你也会打人，那你为什么要打他？杨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不知道，你希望我怎么谢你？你别那么客气好吗？反正我回去也是要路过这里，捎你一段路，不需要增加太多成本。我不是指搭车这件事，我是说，帮你说句好话，更不需要成本了。那我先走了，再见。怎么没去排练啊？教练让我来看看你。你是不是还是不舒服啊？我昨天晚上喝多了，现在头还疼。那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不用了。阿鹏，你昨天是不是去万城大酒店啊？对，我去接你了。你昨晚上喝多了。那你是不是打那个马老板了？你打他干什么呀？他趁你喝多了，把你放到他床上。那姓马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把我放到他床上，这怎么可能呢？我昨天晚上回来是睡的自己的床。那阿鹏，你什么都好，就是脾气不好，能不能改一改啊？阿龙，那个马老板说昨天你和阿鹏一起打了他，你知道吗？阿龙，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因为你的心思根本不在这儿。我说的对吗？马老板是我一个人打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跟阿龙没关系。阿龙，你昨天下班之后去哪儿了？我回家了。你是一下班就回家了吗？就你一个人？豆豆，昨天晚上你确实喝醉了酒，以后别再这么喝酒了。女孩子喝醉了酒是很危险的。有时候醉了比醒着好。我还没醒呢，我睡了。他不喜欢野蛮的人，在他眼里，
我是那种动不动就会动手打架的人。你不是。前几次，我们成功地接待了韩国时代公司的商务代表团和执行总裁。时代的银海分公司对这些接待安排一直都有好评。这一次是接待他们最大的老板，所以绝对不可以出错。近1-2天呢，我们会把接待要求和注意事项的书面通知发到各部门去。各部门如果觉得有什么需要协调的话，请尽早跟我们销售部联系。这次，时代公司的董事长可能要常驻一段时间，所以客户部一定要选好贴身管家。这个贴身管家的业务水平、形象气质和服务意识都要选最好的。销售部已经给我们打了招呼，我们已经选定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杨义德，是银海旅游服务中专毕业的，从客房服务生做起，做过领班，有9年的工龄，做贴身管家也有3年了。他过去拿到了旅游饭店业协会贴身管家培训班的毕业证书，去年还到香港的君悦酒店受训了半年，从经验和技能上讲都应该没有问题。是去年到香港君悦受训的那一批吗？哎，豆豆回来了，怎么不进来啊，豆豆？你好了没有？头还疼吗？没事了吧？要不行再休息2天。豆豆，身体好了吗？我没事儿。
谢谢。前厅部已经把时代公司董事长的房间排出来了，是2801房。根据销售部的说法，客人的早餐一般会在房间内吃。房间内除了派送一份韩文报纸之外，还要加送一份英文报纸。鲜花和植物也要在客人入店当天提前进口。你们要跟丽华哥提前把花都选好，把花和植物按照需要摆放的位置提前选好。客人的洗衣服务怎么处理？无论客人是否要求加快，都要按快件处理。这次任务分工就这样定了。这是客人第一次来，对这位客人的生活习惯我们还不太熟悉，所以要分外小心。过几天沿海公司可能要派人来跟我们具体商谈接待方案，所以你们要把方案准备得充分一点。好，去忙吧。对不起，打扰一下。以后就全仰仗各位领导多多关照了。哎，你太客气了。黄总啊。可以。彭经理，上次你配的菜档次可不够啊。今天我请咱们滨海开发区的领导，菜一定要好一点。我请的贵宾要是不满意，我可找你们老总告状去。没问题，其实我们这儿的拿手菜您都知道。晚饭以后，你们这儿的水疗俱乐部听说挺难订的，你先帮我订一个房间。好，我马上去办。万城大酒店的水疗俱乐部可是咱们全滨海最好的，不仅服务好，而且干净卫生，一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放心，他们这儿是公安局的免检单位。好，我知道，5星级饭店这类的场所一般都是比较健康正派的。这个厅是 VIP 客人，小心点，别再出事了。主题公园项目这块地皮，我们已经和韩国时代公司谈了很久了，双方的意见已经基本接近一致。你们现在上来竞争不是不可以，但时间上可能有点晚。时代公司为了这个项目做了长期的准备，光一个规划设计方案就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的巨资，搞了数年之久。不过，时代公司内部最近好像很混乱。是啊，时代公司董事长最近突然去世，他们公司内部可能有一个重新调整的过程。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吧。时代公司的这次调整，很可能是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之间的一场激烈战争，恐怕会旷日持久啊。听说由金承焕的独生女儿金之爱接班。金之爱，我有金承焕的遗嘱，但金承焕的前妻和他前妻的势力，我有时代公司的实权。据说，金承焕的前妻金载花已经向法院起诉，认为金承焕非法剥夺了他儿子的继承权。在国外，公司的财产纠纷和遗产纠纷，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官司一打就是3年5载。在诉讼期间，公司的运行肯定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巨额的海外投资，很可能会受到法律的限制。不过时代公司在主体公园的前期投入已经很大，一旦终止，他们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且，这个项目对任何投资者来说都有足够的魅力。让我们静观其变吧。
那得增加他们的训练时间。好，对，让他们得多练习。你找汤豆豆是吧？他们已经走了。老师，哎，多注意点啊。好嘞。老刘，啊，那老师您先走，咱明天再见。好，好嘞。找我有事儿？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汤豆豆介绍什么赞助商了。你也应该算是他的兄长了，应该保护他，应该对他负责。你想对他负责任是吧？那我请问你，你是他什么人呢？我是他邻居。邻居？邻居至于你这么关心他吗？我告诉你，小伙子，汤豆豆有男朋友，你自己悠着点啊。谁是她男朋友？哼，我们真实组合里人人都喜欢他。你不是说你是他的邻居吗？那好，那你就本本分分的做一个好邻居啊。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女孩子喝醉酒是很危险的。走，跟我回家。他还没结账呢。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喂，你这是怎么了？没怎么。没什么，干嘛生气啊？潘云龙，你到底背着我干了什么？你要是个男子汉的话，你就应该说出来。好，我承认，那天晚上我是跟阿鹏一起打了马老板，我并没想让他替我承担责任。你打了马老板？那天晚上你也打了马老板？对，我打了他。你跟阿鹏一起？对。你也会打人，那你为什么要打他？因为他对你不怀好意。杜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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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总！哎呀，快来人啊！快来救人啊！杜总又犯病了，快来救人啊！杜总又犯病了，你们快！
这一次主要不是心脏问题，他发的是肝病，从临床症状上诊断有明显的脑中毒迹象。脑中毒？肝病的病毒侵入大脑，导致中毒。这种病也叫肝脑病，也叫肝昏迷，是一种突发性的疾病。幸亏你们送得及时，不然会有生命危险。我父亲怎么会得这种病呢？可能是受了什么情绪的影响，也有可能就是遗传的因素。大夫，这种病能治好吗？从理论上说，如果治疗得当，肝脑病呢是可以彻底逆转的。如果病人年纪轻，体质好，这个病是完全可以康复的。但你父亲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体质又非常不好，还有各种疾病，而肝脑病的死亡率毕竟高达80%。80%？非常感谢朴先生先生对万城大酒店的信任，也请朴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好对时代公司董事长的接待。 저희 회장님께서 이번에 휴양차 은혜 오시면 아마 오랫동안 머무실 겁니다. 我们董事长这次到银海来，主要是休养身体，所以可能会常住一段时间。这位是我们万城大酒店的客户总监 ，Welcome。这位是餐饮总监，这位是保安部长，这位是韩国时代公司董事长的秘书朴元胜先生，请坐。 저희 회장님께서 오실 것에 대비해 호텔 측에서 많은 신경을 써주신 점 다시 한번 감사드립니다. 再次感谢各位对 B 公司董事长即将到达给予如此的重视。 저희 회장님께서 호텔 측에 바라는 점은 안정과 안정입니다. 金董事长对酒店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安静和安全。 호텔 측에서는 저희 회장님께 시중들 적당한 직원 한 명만 선발해서 그 직원만 서비스할 수 있도록 해주시면 대단히 감사하겠습니다. 希望饭店不要让太多的人过来打搅。进入董事长房间的服务人员，请固定一个人。如果贵店能够这样安排，我们不胜感谢。我们饭店的行政楼实施贴身管家服务，对尊贵的客人都有专人服务。朴先生，请放心，我们选定为贵公司董事长服务的这位贴身管家，既有良好的服务技能，也有充分的服务经验。我们相信金董事长一定会满意。 가능하다면은 그 직원을 제가 먼저 만나볼 수 있을까요? 如果可以的话，这位贴身管家可以让我提前见个面吗？当然可以。昨天贵公司银海分公司的人专程来过。 물론입니다. 他们还和这位贴身管家单独谈了很久。谈完之后，他们表示对他非常满意。 그분들과 저희는 그 개인 비서와 1대1로 긴 시간 면접을 했고 그분들은 아주 만족해했습니다. 네? 저희 회사에서 벌써 와서 봤습니까? 我们分公司的人先来看过吗？ 누가 와서 본 겁니까? 是谁来看的？ 把钱数好。好，下一个，小明先生，把钱数好。潘能，19楼有客人点餐，总经理让你过去。哎，你们谁看到于总监了？ Please, the living room of this suite is bigger than the one you are staying now.
Through the window, you can see the beautiful view here. The bedroom is larger. It's very comfortable. The bathroom is irregular shaped. It's bright. Okay, I will reserve this one. You mean you would like to move to this suite? No, we don't need the old suite for our chairman anymore. I want to exchange to this one. Also, I want to choose a butler for our chairman myself. What?朴先生刚刚选定的1948房，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但是，贴身管家的人选，还是请您再考虑一下。 We have made room 1948 ready for you, Mr. Park. Can you please reconsider the butler? 我们推荐这个人选是我们酒店最有经验的贴身管家，并且已经为服务好贵公司的董事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 No, not if. It's a must. I will select the butler myself. Okay? 不是如果，而是必须。为董事长服务的贴身管家必须由我自己亲自来选，可以吗？这当然可以。如果您坚持要换的话，我马上提供一些人选，由您亲自选定。不过我希望这个人选能够早做决定，以便他有时间做充分的准备。 Provide you a list you can choose from, but we hope you do it soon, so we will have time to prepare. I will do it as soon as possible. Also, 我会尽快的。另外，我刚刚选定的房间，希望酒店方面不要再放任何人进去。 After our chairman comes, she and myself are the only two people permitted to enter it. 在董事长到达以后，除了董事长本人和我之外，任何人都无权进入这个房间。 The only one from the hotel goes in is the butler. 酒店方面也只有我选定的贴身管家一人有权进入。 I choose. Am I clear? 这点你们可以做到吗？没有问题。 No problem. How can you guarantee no one else will get into the room? Our hotel locking system has a monitoring ability. Every key is different. There's no identical sets. If anybody uses any set of key enter the door, the computer can recognize and record the time and date of the entry. The butler has his own key sets that he's responsible for it. Nobody else allowed to use. If anybody else uses any other set of keys enter the door, the computer also gonna recognize and record the transaction. So there shouldn't be a problem. Good. Great. Thank you. 对待小费的态度是不主动索要，变相索要。如果客人坚持要给，你一再拒绝就不太礼貌了。正确的做法是应当收下，并向客人致以谢意。爸，我很快就要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了。800块钱，这是实习生的工资，转正之后还能涨呢。我马上寄500块钱回去，赶快给妈治病。我剩300块钱足够了，饭店每天都能管2顿饭，而且如果工作做得好的话，还能有些小费的收入。 회장님, 걱정하지 마십시오. 제가 알아본 바에 의하면 은혜 호텔은 국제화된 최정상급 호텔입니다. 시설과 서비스의 질이 높아 아무 불편이 없을 것입니다. 그리고 은혜원 임재현 주목지점장을 오늘 저녁 만났습니다. 회장님께서 이번에 여기 오시는 것은 아무런 방해를 받지 않고 조용히 쉬기 위해서라고 말했습니다. 지점장이 무슨 뜻인지 알아들었을 겁니다. 你怎么才回来呀？
么才回来呀？我也正在接待重要客人了，可能回来的更晚。要是加班太晚了，可能就得让我们住在酒店的倒班宿舍了。哎，拿我房间一把钥匙吧，要是我加班太晚回不来了，你就给我房子开窗透透风好吗？要不老有一股霉味儿。你让我拿着你的钥匙，不怕丢东西啊？随便拿，什么值钱拿什么。这个房间除了你之外，还有什么值钱的？哎，要是我加班太晚回不了家了，万一想你了怎么办？那你就带上这个吧。我每天夜里都会听这首曲子，咱们现在约好了，以后每天夜里12点，咱们同时听这首曲子，就跟在一起一样啦。你要是想我的话，就听这个。我没想到在酒店工作原来这么辛苦，干酒店你真的觉得有意思吗？对啊，其实干酒店的工作，和你们舞蹈一样，也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表演。如果你做得完美，做得优秀，客人就会用欣赏艺术那样的眼光欣赏你的表演，你自己啊，也会像欣赏艺术那样欣赏自己的表演。我还以为只有我们跳舞的人才会这么自恋呢，原来你们也是。自恋？对啊，就像我一上舞台就会兴奋，就算台下没有观众，我也一样的兴奋。那我也是吧。我一看到我们酒店的大厦，就克制不住兴奋，克制不住心里激动，心里总想喊：万城大酒店，我的万能之都！啊，踢踏舞，我是个女神。喂，什么？何总，韩国时代公司的客人到店了。到店了？哎，时代银海公司的人不是说客人到店以前会提前通知我们吗？怎么没有通知就到了呢？听说时代公司的人也没有接到他们的老板，他们也正往饭店赶呢。现在客人已经让他的秘书直接领进房间了。你赶快去拜访一下，代表饭店表示欢迎。好的。好，孙总已经上去了。怎么回事？这么大老板来了，怎么连他们公司自己的人都没接到？林先生，原来我们已经说好了，贵公司董事长进酒店之前会提前通知我们的，但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有失远迎，非常抱歉。 규자 회장님이 도착하기 전에 우리에게 통지를 하기로 약속이 됐는데 아무런 통지도 없습니다. 마중을 하지 못하여 대단히 죄송합니다. 회장님께서 원래 예약하시던 비행기를 타지 않고 다른 비행기로 오셨습니다. 그리고 또 호텔에 이미 도착하신 걸 저희 금방 알았습니다. 董事长没有乘坐原定的班机，他改乘了别的航班提前到了。我们也是刚刚知道他已经到达了饭店。那么，林先生，如果方便的话，请允许我代表万城大酒店的何总经理拜访一下董事长，以示我们酒店的欢迎。 제가 만성 호텔이 하총회를 대표하여 회장님을 만나 뵙고 우리들이 열렬한 환영을 취하도록 해주시겠습니까? 정말 죄송합니다. 우리도 아직 회장님을 뵙지 못했습니다. 很抱歉，我到现在也没有见到我们的董事长。
박 비서님, 회장님 마중을 나가지 못해 대단히 죄송합니다. 회장님은 잘 도착하셨습니까? 제가 지금 회장님을 좀 뵐 수 있습니까? 朴先生，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贵公司董事长已经抵达酒店了。Mr. Park, we just found out your chairman has arrived at our hotel. 请允许我代表饭店总经理对贵公司董事长做一个简短的拜访，以示酒店的欢迎。Please allow me to have a brief welcome meeting with her in name of our president. Thank you, everybody. Our chairman is tired now. She needs to have a rest. She cannot see any of you today.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re you bringing the tea for us? Yes, it's the welcome tea, prepared especially for the chairman. Come on. Come on. Okay, Uncle Vicino. This gentleman. I want this gentleman to be the one for our chairman. 对，是个实习生，是个实习生被时代公司的贵宾指定为贴身管家了。实习生？啊，哪一个实习生？潘玉龙？潘玉龙？怎么选了个刚入店的实习生？这不等着大锅吗？绝对的，贴身管家最主要就是经验，对各种业务都得熟悉。像这种新来的生瓜蛋子，那不非出事吗？他们旅游学院教过贴身管家的课，教过也没用。潘玉龙连普通管家都没什么经验，餐饮业务也没学2天。潘玉龙是谁？什么时候来的？黄经理，李总监让你马上到会议室开会。客人还要求，除潘玉龙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房间。任何人？任何人，包括行政楼的经理、主管、领班，任何人不经允许都不能进入客人的房间。总经理，也包括您。那主管查房怎么办？连查房也不行吗？不行。今天，韩国时代公司银海分公司通知我们，把房间调换的情况和贴身管家的资料报给他们。待会儿他们可能过来和贴身管家见个面。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潘玉龙作为一个刚刚入店的实习生，正在入岗培训阶段，对行政楼的房屋清理、房间工程和房屋内设施的使用和维护都不太熟悉。像咖啡、茶、早餐、夜床和迷你吧这些贴身管家最起码应知应会的技能都不太懂，有些技能还从来没有接受过培训。何总，大堂经理报告，1948房的客人和他的秘书刚刚离店，是乘出租车走的。出租车？他们没有坐时代公司的车出去？没有。时代公司的大老板乘出租车出去，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也够一大新闻了吧？如果客人要出去游玩的话，估计我们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对潘玉龙进行一些紧急培训。就算是最基本的培训，恐怕几个小时也办不了什么事情。那就找几个业务干部好好培训培训他，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他原来没一点基础，就用这么几个小时，有用吗？临时抱佛脚的人，哪个佛也不愿意帮他呀。学一点是一点，聊补于无吧。反正是不能换人了。既然剩下这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做多少做多少，死马当做活马医吧。抓紧开始吧。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